鮮黃色的斗大招牌，川流不息的年輕人潮，還有明明是在東京市內，卻用了大阪知名景點名稱。道頓堀劇場好像就是有一種跟其他老派劇場不太相同的活躍感。今天我來這裡有兩個原因，一是這塊最後的拼圖我拼上去之後，東京市內的劇場我就算是收集完整了。二是今天在這裡有小宮山的演出。其實小宮山我之前在絕劇場有看過，那時覺得他不錯，但沒有特別的驚豔。後來才知道那是他被太小的場地局限住，無法展現空中的舞蹈特技。所以我非常期待能在一般的劇場看到他這項人人稱讚的專場能表現到什麼程度。這天我先去逛澀谷附近的明治神宮，因此來得比較晚，快11點才到道頓堀的門口。這時候看到旁邊有些人手上已經拿了號碼牌了，但我沒有看到工作人員在發，只看到裡面的售票口上面有放了一疊，所以我就從最上面抽了一張。後來旁邊的工作人員回頭看到我手中拿了牌子，還提醒我要在11點回來。11點開放入場，其實也只是開放你先進1樓的休息區等，還沒有開始賣票。等了一陣子，工作人員宣布說1到5號可以前往售票處買票，那已經買好票的人呢，再下樓去搶座位。這裡一般的票價是5000，早場優惠是4000塊。BK 兄的影片有提到說這裡可以用信用卡買票，不過輪到我時，我還是選擇付現比較快。買到票後，我走下一旁的樓梯來到地下1樓，經過了飲料販賣機，一張坐2個人就差不多滿的椅子，還有廁所，然後就進入了這個劇場。這劇場可以說是圍繞着中間的旋轉舞台設立的，3排有靠背的長排椅，以舞台為中心呈同心圓來放置，全部大概可以坐30個人吧。然後在後面有一個橫桿，那裡還可以站幾個人。這個劇場大小適中，坐起來不算擠，椅子還有靠背，整體算是蠻舒服的。我已經有預感以後會常往這裡跑了。我放好包包占位之後，回到1樓閒逛。1樓也是有貼當期的一些劇照，你可以拿一旁的便條紙抄號碼跟他們購買。然後還有貼了一些舞娘的照片或是活動宣傳。裡面有一張對我來說很醒目的海報，就是我前一天才在絕劇場看到的愛野泉將在下檔期做他17年舞娘職涯的畢業演出。查他就是隸屬於道頓堀劇場的舞娘，也就是說17年前他在這裡出道，在各地輾轉演出之後，最後再回到這裡做最後一舞。人啊，年紀大了，有些事情不能細想，細想就會有些感傷。另外，這劇場還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1樓的櫃子上有放2台電視，一台是播着現在的電視節目，另一台則是樓下劇場內部的即時畫面。後來我才知道這台電視十分重要，它的重要性我待會再說。今天我其實是有任務在身上的，就是要替 BK 兄送一份伴手禮給小宮山，因為我的日文是50音都念不全的程度，很怕到時候一見到人我會結巴講不出來，所以我就做個小卡片貼在紙袋上，這意思是台灣的粉絲 BK， 希望小宮山看到這就能夠一目了然。我真的希望自己的日文能夠好一點，這樣我就能跟小宮山說啊，すみません，BK 他今天又要去絕劇場看全田了，連這2天都去，又要從早待到晚上，所以他今天不能夠來看你了。這是他的一點小心意，希望你能夠原諒他。如果我能夠這麼充分的表達出來，那就太好了，對不對？快到12點了，我趕緊下樓，回到我站的位置。開演前全場熄燈，在一段說明之後，第一位舞娘酷登場。酷，我去年去絕劇場時也看過她的演出，她就是我覺得很喜歡跳舞才來跳舞的舞娘。然後我之前會覺得她因為覺得場地太小，所以動作會比較克制一點。果然她來到這個正常的劇場舞台，就覺得能夠更盡情的施展。而且一樣，她一開口說話，那個傻大姐的反差就出來了，跟跳舞時的幹練是兩碼子事。Open 秀的環節也是一樣，帶着大家一起做體操。好像他沒跳舞的時候會在一間酒吧上班，可惜我不會日文，不然以他的個性去找他聊聊應該會蠻有趣的。另外，道頓堀這裡的旋轉舞台真的值得特別讚賞一下，它的直徑夠長，讓舞娘可以橫躺在上面肆無忌憚的表演，而且它不但會發光，
還會一邊旋轉一邊長高，升起來的幅度還不小，目測超過50公分，等於是將你最想看到的東西都直接上升到讓你的雙眼平視了，也讓坐在第2、3排的觀眾比較不會被前面擋到。這個可能是我看過最棒的旋轉舞台了。第2位舞娘叫做瘦馬娜，這個我查也不知道怎麼翻譯才對。她的優點是看起來蠻年輕的吧，雖然有點捧肥的感覺，但實際也不算是胖。查起來她去年才出道，經歷還不到1年半，所以感覺她舞蹈的經驗不算很多，以後還有提升的空間吧。第3位叫做優木美雪，有種視覺測試的圖，是你一開始看覺得它是凹進去的，可是過一陣子你再看，發現它又變成是凸出來的，凸出來的再看一陣子，發現它又凹進去了。這位高瘦的舞娘優木就是有這種奇妙的感覺。一開始你覺得她是很漂亮的男孩子，好像不是女的，可是過了一陣子，你又會覺得她是很帥氣的女生，應該不是男的。我的腦袋就在這2種狀態中切換，搞得我十分混亂。主要是她的個子高瘦，臂長跟手指也都很長，然後她的舞姿也是比較帥氣的，不是蹦蹦跳跳的那型。過一陣子寬衣解帶之後，我確定了，她是個帥氣的女孩子，沒有錯。只是她連態度都很男孩子氣，感覺就像是寶冢劇場的男一一樣，給人一種俊俏感。也因此感覺場內有幾位女觀眾都是特別為她而來的。另外看了她的表演，也讓我證實了舞娘有一種特別的職業傷害，就是有的舞娘會在屁股的2側會各有一塊黑黑的皮膚，相當的對稱。前一位我看到身上有這個狀況的舞娘，就是剛才表演出場的酷。上一回我在絕劇場就看到她的屁屁有這個情形，然後今天在優木的身上也看到了。把他們2人歸納一下，都是瘦瘦的屁股不怎麼有肉。因為舞娘在地板動作時，肌膚會直接接觸到地面，沒有衣服的保護。如果舞娘本身屁股的肉不多，長期摩擦就容易變老皮了。這個就是舞娘的特殊職業傷害吧。第4位舞者叫做阿基拉，查資料也是隸屬於道頓堀劇場的舞娘。她登場時看得出來算是熟女系的，不過一跳起舞就是滿場飛，舞蹈也是非常在行。看她跳得很輕鬆自在的樣子，流暢也沒有浮躁的痕跡。我甚至分不太出來她的舞是編排過的呢，還是一種即興演出，也是能夠讓人感受到她對舞蹈的熱情。另外她還有一段是用塊布掛在半空中的表演，我不確定台灣這個叫做綢吊還是空中瑜伽。它配合着有生長性的寬布料做各種的姿勢變化，也是我還沒有在劇場看過的特殊類型，很棒。最後一位就是今天的重頭戲小宮山了。開幕時就看他在舞台的一側掛了一根懸空的鋼管，然後他穿着蓬蓬裙亮相，一登場就給人很喜氣的感覺，不管是舞蹈節拍都十分的精準，將氣氛帶動得很歡快。然後他解開衣服之後，呈現出之前我在絕劇場沒有特別注意到的肌肉線條。他2條手臂粗壯的程度，讓我想起了漫畫《槓士》裡面的手臂加長套裝。如果他一拳過來，我應該可以熟睡到天亮。但這也可以想見是多少日積月累鍛鍊來的成果。後來他轉換到一旁的懸空鋼管做表演，真的是讓我看到目瞪口呆。他在一根懸空晃蕩的半截鋼管上，憑着指力跟臂力就在上面變換各種姿勢，甚至他可以空出雙手，用雙腿夾住這一根搖晃的鋼管，然後整個人就定在半空中。看他做的流暢而又從容，真的是力量感的展現與女體之美的巔峰之作。幾天前在莆田嘉年華有看到一位舞者穿着運動服，將球與空中吊環結合在一起演出。我當時就在幻想，如果他是裸體的，不知道有多好。等一下，先不要打我。不是因為我看到年輕女生就想看她光溜溜，而是當一個女生在做這些極限特技時，不但能展現出她女體的曲線與光滑，還可以直觀她們肌膚下每一寸肌肉的力量，剛柔並濟，真的是人體極致的美學啊！所以被衣物遮擋住，我會覺得少了那麼一些的可觀性。真的不是因為我是個色老頭，只想要看人家裸體啊！這場表演結束，進入了拍照的環節，我就拿着 BK 兄托我贈送的禮物，
排上了拍照的隊伍。等到我上前時，小公生一看到包裝袋上面寫的名字，就馬上想起了 BK 兄，只不過他就順勢在拍照的記錄簿上填寫上了 BK 的名字。我想不對，這樣不就等於我等一下拿到簽名照上會寫的是給 BK 嗎？這不行，我趕快拿筆把 BK 的名字用力畫個大叉叉，改寫成我自己的英文名字。因為小工商真的是第一流的表演者，跟他拍照是我自己很想要的啊。現在查小工商已經在劇場演出15年了，算是很多舞娘的大前輩。但我後來還看到他在 IG 上發文，說他在這一場的空中鋼管表演有加了一點之前沒有辦法做到的動作，而且有觀眾看得出來，真高興。一個表演了如此之久的舞娘，卻還在精益求精進化自己的演出，這種對表演的熱情與初心真的很令人動容。他第一回合的表演也是很不錯，氣氛帶動得很好，但是沒有空中的部分。因為我今天沒有預計要看到結束，就在猶豫要不要再留下來看下一回。然後這場子有碰到另外一位台灣前輩艾瑞克，他就跟我說下一回有小工商15周年的紀念舞作，值得一看。於是連早餐都沒吃的我就決定先去外面吃個晚飯，晚一點再回來看小工商的第3回合。題外話，艾瑞克這位前輩跟他聊什麼他都答得出來，簡直就是劇場界的活字典。現在想想，港中台華語圈這樣的劇場愛好者應該不少，每一位進劇場的次數都是我的好幾倍。然後他們看到我這樣一個小白隨心所欲的只在 YouTube 做影片講解脫衣舞劇場的事，應該都會笑而不言吧。好，回來，在劇場出口的桌子上有放一些外出券，想外出的就自己拿一張。我拿了出去覓食之後，回來再把券放回去，這樣就是進出場的流程了。整個流程很自助，加上劇場裡都有中英文的說明簡介。道頓窟劇場真的是對觀光客很友善啊。回來後，我走到1樓休息區，前面提到那個轉播着劇場內部的電視就變得很重要了，因為要下樓去探看劇場內的情況沒有很方便，拍照的時間可能長可能短。你到樓上來休息上廁所，就可以透過電視查看還有多少人在排隊，抓一個大概要回去的時間。不然你回去的時間太晚，回去已經 open show 或表演了，場內已經關燈，你可能會很難去坐回自己的座位。接下來我終於看到小工商第3回合的舞碼，這段他現在舞台左方吊了一個圓環，我很期待他另一種形態的空中特技能夠表現到什麼程度，但是看下來才發現我的期待是一種錯誤，這一段的表演完全不是那麼回事。這段是他15周年的紀念作，叫做《王者之日》，靈感來源是動畫的可可夜總會。一開始他在舞台上布置了一個小小的靈堂，小工商穿着男裝，在思念他逝去的愛人，而後他又翻着一本相冊，臉上滿是懷念與哀傷。後來他走入後台，音樂繼續在劇場播放，光是被這一段劇情跟音樂渲染，我就很慶幸現在自己戴着口罩，這樣別人就不會看到我2行的眼淚一直滑落到下巴。後來換了女裝的小工商出場，扮演回到人間的亡靈。他看着自己的靈堂，露出了哀傷的神情。隨後他在旋轉舞台上微笑着翻閱那本相簿，看了很久，我還看到一顆顆眼淚從他的眼睛滴落下來。一個人想要創作出能夠感動別人的作品，一定得要先感動自己。我很訝異他不知道表演過這段舞碼有多少次了，但他依舊能夠進入那個讓自己動容的情境之中。所謂的藝術家，大概就是能將自己受到的觸動轉換成另外一種形式的藝術，再去觸動了其他人。這部15周年的紀念作，真的是我目前在這類劇場裡看過最偉大的作品，以至於他這一段表演完，劇場裡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就是結束後拍照的環節，在他的面前排了長長的隊伍，但可能排隊的人有20個，卻有19個都是在他着衣的狀況下去拍照的，甚至是請他跟那個小靈堂的道具一起拍。雖然最後還是一位觀眾請他脫衣拍照，然後又有幾位接上去拍了第2回合，但絕大部分的人應該都是被這個作品本身觸動到了，沒有在想別的。日本人有個說法叫做星際體，我覺得這個指標來形容脫衣舞娘或許也是意外的合適。小工商他持續鍛鍊維護的身體，
保持着極佳的身材容貌，加上不斷精進的空中舞蹈技術，還有那顆能夠創作出令人動容作品的心，我覺得用職人精神去稱讚他，好像都不太足夠。我願稱小宮桑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表演藝術家。各位如果來到日本，查到鄰近的劇場當期有他的演出，真的值得你排除萬難去看他一場。回來談這個道頓堀劇場，位於澀谷，交通方便，外國人友善，還有中英文的說明手冊。它的座椅也很舒適，一樓也有不小的休息區，可以讓參控坐着滑滑手機，還有個吧台可以提供一些簡單的餐食跟飲料。另外這裡的旋轉舞台更是我看過最讚的，會發光還會變長，中途要出去吃飯也很自由，只是要注意你要長時間出去就不能把位置一直站着。另外一定要提到它一個明顯的缺點，就是它的冷氣太冷了。如果你是夏天來，那請你一定要帶一件薄外套，不然你會有身在冰窖之中的錯覺。然後工作人員也很親切。如果你初到東京，只想挑一間劇場嘗個鮮，考量交通距離跟觀賞體驗，我甚至覺得它是我數一數二的優先推薦。另外在一樓，我看到他們有在賣這一本25周年的紀念寫真集，內容跟你在淺草 Rasa 或東陽秀買到的劇照合集有一點不太一樣。它這一本裡面有很多舞台之外的後台照片，如果你也對舞娘沒表演時在後台是做些什麼一樣好奇，那這本你也可以買一下。我覺得這麼厚一本4000塊是物有所值的。以上就是我囉里吧嗦的道頓堀劇場觀賞心得，謝謝你看到最後，下次再見。